韩国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议会议员再补选结果周四揭晓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、釜山市长补选中均获得压倒性胜利。这场地方补选被认为是对文在寅的公投，也是明年总统大选的风向标。作为2022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，本次选举会对未来韩国政治版图造成影响。韩国保守派很可能延续这次胜选气势，赢得明年总统大选。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，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以57.5%的得票率力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朴应宣，第3次当选首尔市长。国民力量党候选人朴亨俊以62.67%的得票率击败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金荣春，当选釜山市长。而在23个选区中，在野党赢得19个，执政党仅赢了4个选区。一般情况下，韩国补选出现在针对总统、国会议员、地方政府官员、地方议会议员等在任期内死亡、辞职以及选举无效等事由出现职位空缺的情况下，本次选举投票共选举21名地方政府官员及议员，其中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去年7月因不明原因自杀死亡，前釜山市长吴巨敦因卷入性丑闻于去年4月辞职。就是首尔地区和这个釜山地区的这个胜选啊，在整个韩国政治版图当中，这是2个最重要的城市。他们这2个城市不仅是南北的这个各自，就是韩国境内南北的各自的这个经济中心，也是这个人口的这个中心。因此呢，这2个地区哪个党拿下，其实就标志着哪个党的政治力量在上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自2016年国会选举以来，共同民主党首次在全国范围选举中遭遇惨败。补选结果出炉当天，共同民主党领导层集体辞职，为选举失利负责。有分析认为，许多选民支持在野党并非因为他们的政见，而是为了对文在寅政府做出评判。因为目前韩国舆论普遍认为，文在寅政府在调控房地产等方面缺乏有效政策措施。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显示，2020年韩国房价大涨，累计住房成交量同比增加58.9%，创2006年以来最高值。去年底，韩国政府发布房地产公示价格上调案，旨在通过向高价房产持有者征收更高的房产税，抑制房价过快上涨，从而稳定房地产价格。但新政并未达到预期目标，反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。有不少韩国民众抱怨，买房租房比以前更难了。其实总的讲呢，是韩国这几年的经济一直不好。房价高只是其中一个因素，韩国整个经济不好，失业率高企，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企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仅使具有保守政治倾向的年轻人，而且甚至具有这个执政党就是进步主义政治倾向的年轻人呢，也开始感到失望，自己没有了工作，那么当然就不满，所以呢就用脚投票，那么就转向了自己的这种对立面。韩国总统文在寅周四通过韩国青瓦台发言人康明硕表示，将严肃接受国民的问责，今后将以更低的姿态以及更大的责任感治国理政，致力于克服新冠疫情、恢复经济、稳定民生、整治房地产腐败，满足国民的迫切需求。有分析指出，房价飙升引发的民怨沸腾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文在寅政权的去留问题。继李明博因贪污渎职罪，朴槿惠因闺蜜干政门相继下狱，韩国的保守派势力一度曾一落千丈。2017年总统大选，文在寅再度代表共同民主党初选，成功入主青瓦台，成为继金大中、卢武铉后第3名进步派总统。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，文在寅政府快速的防疫政策引起国内外一致好评，民望更一度急升至71%之多，也令其在去年的国会选举中安然度过。但随着疫情反复，造成国内经济不景气，房价上涨，更让一般中产阶级家庭难以置业，负债急增。选民对文在寅执政的不满是此次共同民主党选举失利的主要原因。而作为2022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，本次选举或对未来韩国政治版图造成影响。韩国保守派很可能延续这次胜选气势，赢得明年总统大选。
观察指，若立场相对亲美的保守派明年攻下总统宝座，韩国外交路线恐将大转弯。尤其是美国加强盟友关系的微妙时期，一个立场倾向美国的韩国总统可能会采取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。文在寅执政期间，韩国优先考虑跟朝鲜合作，避免选边站，并采取一种对区域产生稳定效应的外交方式。韩国外长郑义溶在本月访问中国，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时，就明确表示过此类观点。而韩国保守派在安全问题上立场更倾向美国，也更愿意和美国进行大规模军演或批准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。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月访韩之际，保守派国民力量党代理党首金周仁就宣称，韩国应加入美日澳印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，共同对抗中国。在野党说话可以尺度更大一些，至于说能不能够变成政策，那么还要看执政的时候，它具体的这个情况。就是说，虽然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，它自己的国内的执政党轮替，进步主义、保守主义换来换去呢，但是总的一条线它还是比较稳定的。就是说，在美中战略竞争当中，它在要不要把自己彻底绑在这个美国战车上这个问题上，始终是不松口的。因此呢，在未来，即便是保守主义政党上台执政，那么韩国任何一个政客都不能不从自己的切实的国家利益出发，而不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这个政策。